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是否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觉得内心深处有一股莫名的空虚感呢？是否有过一趟美妙的旅行，收到一件宝贵的礼物，参加过一场精彩的比赛，得到一张令人称羡的文凭，享用过一场美好的盛宴，甚至是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，却仍然觉得若有所缺？在圣经中记载了一段故事，那是在一个最快乐的筵席上出了一个状况，那个预表人生命的酒用完了。这也就是说，人的生命不是永久的，都会有结束的一天。那就更不用说我们许多人的人生还不到尽头，因着里面的生命的有限，我们所活出来的就是一个脆弱的生命了。说到这里，我们的人生好像是无可救药了。但是这时候，主耶稣来到了这样的婚宴中，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难题。究竟主耶稣怎么做呢？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11节。第3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。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妇人，我与你何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他母亲对仆人说：“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”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盛2-3桶水。耶稣对仆人说：“把缸倒满了水。”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：“现在舀出来，送给管筵席的。”他们就送了去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仆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：“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人喝足了，才摆上次的。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”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入了他。婚宴的水用完了，就像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仆人照着耶稣的吩咐，把在那里的6口石缸都盛满了水。这说出我们这个人就像这石缸一样，被水，也就是死亡所充满。但是当我们照着主耶稣的吩咐舀出水来，却变作上好的酒了。甚至当那个管筵席的人尝了那个从水变成的酒之后，就感到惊奇，难以相信那酒是从水变来的。同样的，我们有许多人因着接触了主，原来软弱无力的，却变作明亮刚强；原来生活黑暗不能见人，却变作光亮明朗；原来空虚疲乏的样子，却变成满足有活力。我们原来的人生，因着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主而改头换面了。许多来接触我们的人感到惊奇，难以相信。这就说出主将我们里面的死亡变作上好的生命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希望你的人生能够有这样奇妙的大改变吗？你需要知道，能真正改变我们前途的，真正能够使我们人生有永远满足的，不是这个，也不是那个，而是一个生命的改变。而这个生命的改变，只有主耶稣能做到，因为他是那位被钉死却又复活的神，死亡的权势不能拘禁他。他的生命就像一粒麦子被埋在土里，却冲破土壤的限制，长出生命的种子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都正像在前往迦拿的婚宴的人一样，想要在那里享受人生的快乐。然而我们都要承认，我们的酒有一天都要用尽。我们需要接受那由主耶稣变成的上好的酒，这个酒比我们原来的酒更好。这就是说，
我们天然的生命会过去，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却是更高、更好、无穷尽的生命。唯有得到这个无穷尽的生命所给我们的快乐，才能够使我们永远的满足与快乐。那我们要怎么接受这个永远的生命呢？第一，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光景就是当日那般参加迦拿婚宴的人。迦拿的意思是脆弱的人。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是脆弱必死的，人生的快乐是短暂有限的。接着，我们要相信，主耶稣来是为着拯救我们脆弱必死的生命。他的办法就是借着成为一个人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3天后复活，成为赐生命的灵，进到一切相信接受他的人里面，以他永远的生命代替我们有限的生命。相信之后就要接受他进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人生的中心。我们若只是点头赞同，却不接受，那我们就得着不了这个福分。最后，我们需要顺服主的话，就像当日仆人听了耶稣的吩咐，就顺从他的命令，把6口石缸倒满，并舀出水来，奇迹就发生了。所以当我们信从主的话，我们就得到救恩。马可福音16章16节，主耶稣说：信而受浸的，必然得救。所以我们得到这永远的生命的最后一步，就是相信而受浸。我们这样对主的话信而顺服，主救恩的神迹就必实现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从死里得生，永远过着一个高尚、刚强并满有喜乐的人生。